如果你还认为一家公司拿下总值超过24亿令吉的订单是股价暴涨的免死金牌，那么你可能正掉入资本最喜欢布置的常识陷阱。现在的 NEXG 之前叫 Datasonic 正身处一个极其诡异的真空期，手里拿着 7.32 亿令吉的下一代大马卡合约和 17.3 亿令吉的护照合同。这原本是未来6年的利润提款机，但发生了一个不正常的事情。2025年尾上演了一场令人看不懂的董事部大逃亡，曾经在拿下17亿大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高层，竟然在合同正式执行前8个月集体请辞，理由居然是任务已完成。更诡异的是公司的账面逻辑，在这一年里，这家身份识别巨头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先砸4000万买下 AI 公司 Innovative， 紧接着掏出7000万入主物流公司 MM， 甚至在自家股价低迷时溢价 87.5% 去跨界收购一家连续亏损6年的内衣及房地产商 Classita。 这究竟是一个身份识别王国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剧本，还是一场利用国家级合同作为掩护的资本利益大分配？很多人认为NEXG 在2025年改名只是为了掩盖过去 Datasonic 的旧痕迹，但如果我们再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高招。你如果是政府，你在2025年面临一个难题，我们马来西亚的护照和 IC 的防伪已经做到极致，政府凭什么还要把未来6年的合同交给 NEXG？ 如果它仅仅是个印制商，任何拥有安全印刷能力的竞争对手都能随时取代你。于是NEXG 在新合同生效前的1年里做了2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自我进化。一，从印刷厂到 AI 验证。第一步棋是收购 Innovative， 现在改名去 MyNational KYC， 这不是一笔普通的投资。以前的 NEXG 只是个印塑料卡的印刷厂，但现在的它通过买下 Innovative 这家公司，直接抢占了刷脸认证的技术。这意味着什么？未来的大马卡不再只是一张躺在钱包里的塑料片，它更像是一把数字万能钥匙。想象一下，无论你要在手机上开个银行户头，甚至处理各种政府部门的行政手续，都可以 online 做。但是第一步都得先经过 NEXG 的 AI 系统，证明你就是你本人。二，入股 MMAG， 很多人看不懂，为什么一家印卡公司要去买物流公司 MMAG 的股份？这不就是跟你老板一样吗？什么意思？一样什么？一样多余。其实 NEXG 在玩的是一条龙服务。你想象一下，去年要搞针对性汽油补贴，因为技术不足搞到人民很乱，以后如果还要搞什么针对性补贴，可能得全靠这张新版大马卡。既然涉及派钱，最怕身份被冒用，怕卡片在运送途中不见，所以 Next 的剧本是这样写的：一，他负责印这张卡，这也是他的老本行。二，他用买回来的 AI 技术来查你的脸，确定你真的是你，不是刘特佐。三，最后他用 MMAG 的运输工具把卡安全送到你手上。对政府来说，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最省心，因为从工厂生产到交给我们马来西亚人，全程100%在 NEXG 的掌控之下，出事的风险最低。反正出事了也不关我事，所以结果就是 NEXG 成功把自己变成了政府的好 brother。一旦政府习惯了这套从印卡验证到送货都连在一起的系统，以后想要换掉 NEXG 就难如登天。它不是在卖一张卡，它是把整个国家的补贴发放渠道给垄断了。只要政府还要发补贴，就离不开它这套包山包海的护城河。如果你也在创业，不妨考虑模仿这步棋。但最精彩也最让人看不懂的戏码来了。既然合同都拿到了，未来6年稳稳赚钱了，为什么公司那些大人物却在2025年10月集体跳船辞职了？高层集体请辞，这听起来就是坏事。这就跟在第13个大马计划里面提到的针对性补贴有关了。当这些大人物加入董事会，他们不是来帮你打长工管工厂的，他们的出现更像是一场为了国家战略护航，利用他们的身份和经验，帮 Next 把那套 AI 加物流的逻辑完美对接到政府的第13个大马计划里去。现在合同签了，这些眼线自然就要撤退了。所以真相在这里，这场争夺战从来不是看谁的印刷便宜。 NEXG 利用这一年的资本操作，已经成功把 NEXG 从一个普通的印刷厂蜕变成了全马唯一的数字身份基建垄断者。但最后我们要思考的是，这种通过疯狂溢价收购换来的垄断地位，到底是公司业绩起飞的引擎，还是套牢散户的局呢？
聊完了政治卡位，我们来点硬菜。很多人看到这 24.6 亿令吉的大合同，第一反应就是哇， NEXG 这次肯定要飞天了，营收是不是要翻倍了？先冷静态下来，这里有个大误区。你要知道 AXG 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帮政府印大马卡了，这并不是一笔凭空掉下来的意外之财。NEXG 2025年的营收大约是 3.7 亿令吉，现在这份 24.6 亿的新合同分摊到6年，平均每年大约是 4.1 亿令吉。发现了吗？到时候旧的合同停了，就没有了这个 3.7 亿的 revenue， 取而代之的是 4.1 亿，其实一年只多了4000万令吉左右。所以公司的业绩并没有翻倍，它只是预计增长大概 10% 左右。没有翻倍的业绩，那根本就不重要啊。你错了，这份合同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够稳。这份合同保住了公司未来6年的长期饭票，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时代，能有一份每年稳拿4亿，连拿6年的生意，这叫盈利能见度啊。但是营收只是表面的，利润多少才是本事。参考历史数据， NEXG 在2025财年的净利率达到了惊人的 31%， 甚至在2024财年也有 25%， 这在制卡行业算是非常高的 margin 啊。我们就来以保守的方式来算，我们就用 25% margin。我自己的想法是 Passport 加上 IC 的新合约，每年可以拿到 4.1 亿令吉的 revenue， 每年的利润可以在 1.03 亿令吉，加上新收购的 Manaciona EKYC 和印尼的价值3000万令吉的合约，我就把利润再拉高一点点，放在 1.05 亿令吉。以上纯属分享个人的毛估，不构成买卖建议。现在我们要进行最关键的估值计算，参考 RHB 的 report，市场给出的 PE 在16到20倍，我们来纯粹做一个数学推算。 NEXG 的年净利润如果可以是在 1.05 亿令吉这个水平，然后市场愿意给到16倍 PE， 对应的估值约为17亿令吉。若情绪乐观给到20倍，对应的估值水平则在21亿令吉左右。重点来了，截止到2026年1月尾， NEXG 的实际市值大约在11亿令吉上下浮动。结论非常清晰，从商业逻辑上看，目前的市值并没有完全消化这个 IC 合约带来的7亿令吉合同啊。不对啊，既然基本面这么厉害，为什么股价这么烂？是啊，我也纳闷，24亿的大单都装进口袋了，股价为什么还惨不忍睹？我找出了3个原因，接下来的讲解很长，你们记得写下来哦。第一个原因就不得不说，因为政府这次的采购模式变了，采用的是按量付费 Pay per Use，这就像一个 Grab 司机接到了一个去槟城的超级大单，但他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车里没油了，他必须先自己掏钱把油箱打满，才能开始赚钱。同样的道理适用于 NEXG， 他需要把零件备好，比如买芯片、买原材料、备库存，政府最后才会按量给他钱。那么问题来了，在还没有发放新 IC 之前， NEXG 手里的钱够不够？我们来算算看 NEXG 要花多少钱。在过去1年多里，公司开启了扫货模式，花了约 1.86 亿令吉现金买下 Manaciona EKYC、MMAG 和 Clasita 的股权，把自己的积蓄花得七七八八了。另外，公司就在2025年5月还宣布要建设一座符合工业 4.0 标准的智能化工厂，这个工厂将采用全自动系统和 AI 技术，提升生产证件的精准度和防伪水平，预计要砸 2.5 亿令吉。那公司还有多少钱啊？截至2025年9月底，虽然公司利润很好，但扣除抵押后的现金只有约8500万令吉，要应对数亿令吉的投资和新合同的原材料采购，显然面对了跟我一样的问题，钱不够用。现在尴尬的是他自己了，手里握着24亿的超级大单，但政府这次不给定金，这就好比那个 Grab 司机，他为了接单，先把车子豪装了一遍，结果现在口袋里没钱加油了，车子跑不起来啊。第二个影响股价的原因是，市场真正担心的不是他赚不到钱，而是他在赚更多的钱之前必须伸手向股东要钱。事实上 NEXG 在2025年已经启动了 10% 的 private placement， 虽然在2025年7月完成了第一批融资，筹到了6600万令吉，但请注意，监管机构已经批准将斯配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6年3月10日，这意味着在2026年1月到3月之间， NEXG 随时可能抛出剩下的斯配方案或者更大规模的 rights issue 来筹钱加油。第三个原因是非增值性的收购，这个也是最让机构投资者感到不舒服的点。 Clasita， 想象一下，你家公司正准备干一笔24亿的国家级大工程，
已经手头紧了。结果老板转手掏出7600万去买下一家卖内衣亏损6年的公司股份。这不是投资，这在资本市场眼里叫乱花钱。这种智力层面的信任崩塌，才是压在股价上最重的一块石头。所以股价表现冷淡不是因为基本面不好，而是大家都在担心，在新合同发财之前，自己的股权会不会先被稀释，和公司在治理上有没有我们看不见的问题。看到这里，你可能想直接把这只股丢进垃圾桶了，对吗？现金紧缺，股权稀释，还有看不懂的管层。那你有没有想过把我们的思考角度换去管理层他们的角度？真相是他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果这盘棋下赢了，现在的这些失血在未来的收益面前可能根本不值一提。我们的印象是 NEXG 只是一个帮政府印 IC 和做护照的普通工厂，但是在管理层眼中，印卡只是一次性生意，而 Next 真正盯上的是像 MyG 那样包山包海的 SaaS 软件及服务的大生意。以前它只是卖硬件，但在第13个大马计划下，政府要搞智能化，所有的东西比如你的汽油津贴到医疗记录，全都要跟你的身份证绑定。 NEXG 拿下的新一代大马卡合约，其实是拿到了全马公民核心数据库的入场券。现在的身份证不只是一张卡，它被定义为国家数字钥匙，这意味着以后不管是开银行开户、买电话卡，还是领取政府援助金，背后运行的验证系统很大可能就是 NXG 的地盘。你以为他买下这家 Manasional KYC 是为了好玩吗？是为了掌握 eKYC 电子身份认证技术。这就是 SaaS 模式的精髓。以前印一张卡收一次钱，现在你每刷一次脸，每做一次数字身份认证， NXG 就像在数字高速公路上收过路费一样，赚取长期的高利润的维护费。他建立的 MyNational eKYC 平台，目标就是成为大马数字经济的收银台。政府接下来的重头戏是针对性补贴。 NEXG 的新大马卡能精准识别谁该拿汽油津贴，谁该拿福利金，保证补贴给到真正需要的国民。对于投资者来说，背后那个维护全马补贴发放系统的软件收入才是真正防弹且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回想当年的 MyG， 它只是帮大家上网、还路税、更新执照，就变身成了市值几十亿的巨头，因为它掌握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口。今天的 NEXG 正在复制这条路，而且它掌握的东西比路税更核心，那就是你的身份。所以不要再盯着那张塑料卡看了。NEXG 正在从印卡机进化成人工智能身份管理器，这24亿的订单保住了它未来6年的江山，而它布局的 AI 验证和补贴系统才是它冲击更高估值的秘密武器。总结一下 NEXG 拿下的这7亿令吉大马卡合约，以及总额高达24亿令吉的订单储备，确实是公司命运的真实转折点。但正如我们拆解的，通往翻倍财富的路上布满了不够钱的地雷。作为聪明的投资者，接下来的5个月，我们可以一起观察这2点。一、成交量。合约在2026年6月1日才正式收钱，所以从现在到5月是要盯着成交量的变化。如果出现量价齐升的现象，通常会被技术派交易员解读为资金开始进场关注的迹象。2、融资雷达 NEXG 目前账上的净现金仅剩约8500万令吉，而新的生产基地投资就需要 2.5 亿令吉。监管机构已经允许 NEXG 将 10% 的 private placement 延期到2026年3月10日完成。如果公司在3月前宣布完成融资，那就是利空出尽；如果改为低息银行借贷，说明财务硬气。但如果突然搞大规模配股，你就要小心股价继续软。记住，在大马股市，合约签了不代表钱进了口袋，等到 NEXG 开始赚钱的时候，我们再开香槟也不迟。至于现在，理性的策略或许是先保持冷静观察，不要急于一时。我好奇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如果整容了，跟 IC 的照片不一样，还能拿到政府的补贴吗？还想听我讲什么股？欢迎留言让我知道。